大家好，我是李船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。那上期呢，咱们聊到罗克尼斯号仅用了4分钟就迅速的翻扣，那船长当时就下达弃船命令，饮水员呢也是跳海逃生。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的，18名船员遇难，其中就包括了船长。那事故发生之后，这个调查就迅速展开了。那么从翻覆现场的这个照片当中，调查员就发现这个罗克尼斯号右舷底部有一个大口子，给撕开一个大口子，大概是20米长。那这肯定和倾覆就有关系了啊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根据这个裂口的长度，就计算出当时的进水量多少呢？算出来大概是2400吨。这个数据就让人疑惑了。你对于这么大的船来说，你这点水真是不够看的，不可能说4分钟就造成了倾覆啊，那只能继续找其他原因了。罗克尼斯号它本来是一条散货船，那它改造之后变成现在的特种船、工程船，光是甲板上的这个铸铁件呢，就超过了3000吨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些改装造成的船体不稳呢？这个就得用数据来说话了。那么找到数据只有一个办法，上船找到船上的 VDR， 也就是黑匣子，以及装载的计算机，我们来查数据。可是这时候罗克尼斯号还扣在那里了，在等待救援，等待打捞呢。所以呢，调查员也只能等待。等的时候也没闲着，就开始调查这个饮水员，因为他是当时驾驶台唯一的幸存者，那不查他查谁呀？你搞不好还是犯罪呢啊！反正就瞎怀疑呗。于是乎呢，就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。那据这个饮水员说，他刚刚上船开始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船体有轻度的倾斜。于是他就问船长朱维克，这个老朱说没事，他这是装货的原因，这一点点倾斜算什么，对吧？因为当时罗克尼斯号装了大概2万吨砾石，这货没装平，它肯定就会倾斜嘛，这个很正常嘛。饮水员听船长这么说呢，虽然心里还有怀疑，但是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儿。在之后的6个小时，罗克尼斯号果然像船长预判的一样，没事儿，一切良好，正常航行。可是航行到了出事地点，就是那个弯道的时候呢，这个船当时确实是有触底，因为驾驶台所有人都听到了有刮擦的声音。那船长一看触底了，他马上就下令关闭隔舱水密门。在罗克尼斯号设计有3道防水隔舱，正常情况之下呢，只要把这些水密门隔舱关闭，就不会出大事。可是这次就不一样了，你还没等反应过来呢，船就严重的向右倾斜，直到倾覆。那上期咱们也说了，这时候饮水员试图挽救，给出反向的跺脚，以试图拉平船舶，对吧？利用反作用力嘛。那这个操作我们说也没有错误，可是就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那直到这个时候，饮水员就知道了自己也没招了，他就果断的跳船逃生。这个决定救了他的一命。那么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进入弯道时候的这次触底，这个呢也是有原因的。那正是因为饮水员我对你船体刚开始的轻度倾斜我还是存有质疑的，所以呢才用小跺脚慢慢转向，不至于它的离心力过大，来使得大船的过度倾斜，对不对？来让它平稳的转向，这操作是对的呀。可是正是因为这种小跺脚，那船的转弯半径无形中就加大了，对吧？它有可能就驶出航道了。于是乎呢，这个调查员就质疑饮水员的操作的这一点。饮水员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他的回答是非常坚决。他说我这个操作没有任何过错，因为什么呢？海图的图资资料并没有给我任何显示，也没有给我任何提示，说我转弯过大的这个地方有浅滩、有浅点、有礁石，所以我才这样转向我没毛病没错。那调查员就说行你等着吧，等我们把这个黑匣子捞出来，咱们把数据恢复了复原了再说。这个饮水员呢当时是非常笃定，他说那你们就去复原就好了呗，我在这等着就是了。可是有一样我要提醒你们，如果证明是海图有误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做修正，要做更正，要发通告，因为这关系到更多的生命和财产嘛。那2个月之后，翻扣的罗克尼斯号终于被拖到了港口。
经过2天的工作啊，才把它扶正。扶正之后，调查员才能进入，成功的拿到了黑匣子和装载的计算机，然后就立即着手恢复数据。2个礼拜之后，成功把数据导出，于是就在实验室呢计算机上模拟恢复当时的真实场景。那在这个恢复图表中呢，分析出罗克尼斯号航行的每一个细节，也发现了当时饮水员确实经常使用小舵脚来避免船体的倾斜。但是在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，由于小舵脚导致的转弯半径加大，使得这个船向南偏移过多，从而造成了触底。那这个描述和饮水员当时的解释是一模一样的。另外呢，又发现一个重要的节点，这个船在开航之前有警报显示船体是向左倾斜的，倾斜了多少呢？14度，这个不得了，那这根本就是不适航啊，那怎么可能出港啊？那这个倾斜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倾斜是因为装货造成的。这条船装的是砾石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由传送带给它把这个砾石装到货舱里边。那这个传送带装货一般都会造成一种现象，造成了一边货多一边货少，比如说左右不平均，就造成了倾斜嘛。这时候警报不就响了吗？那凭经验来说，遇到这种问题啊，处理方式是大幅安排人手，将不平的地方给它铲平，达到左右的一个平衡。这是正确做法。可是当时这个大副没有这样做，他是用什么办法呢？投机取巧，他用压载水来调节。你不是向左倾斜吗？那我就向右边的压载舱里边压水，这样不就平衡了吗？你看着貌似巧妙而又合理，实际上是个败招。因为船在航行的时候啊，随着轻微的摇摆、震动等等，那舱内的这些砾石它会自己移动，自己找平。那最终你相当于右旋等于压了好多水嘛，等于右旋进水了，差不多呗。这个还真不是最致命的，因为你砾石慢慢在向右在找平嘛，那船会一点一点的向右倾斜。那这时候我再把右边的压载水给它排出去，船又回到了一个平衡。那最致命的是什么呢？虽然当时在转弯的时候使用了小舵脚，但是由于最后一个弯道太急了，你再小的舵脚，这个船体由于向左转，那向右产生一个离心力，在离心力的作用下，一定是迅速向右倾斜。那货舱内的砾石本来就逐渐在往右自己在找平了，这一下更是加剧了向右边的快速移动。那再加上右旋多出来的那大量的压载水，一下子就使得罗克尼斯号迅速的翻扣。调查至此啊，事故的原因已经找到了，几乎是一锤定音，配载失当造成的。事情到这里啊，还差最后一步，对触底的调查。是海图没有标记这个前点，也就是说没有及时修正，还是饮水员的操作失当呢？那这位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毛病的饮水员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聊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不要忘了点订阅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